老子哲学中曾提到一句致虚极，守静笃。要追求虚，持守静，即和笃体现出致虚守静地的彻底性，一定要达到极点，做到笃实。公元234年，诸葛亮出祁山伐魏，魏明帝命司马懿赴前线迎击。经过战争初期所形成的布局，两军陷入了相持的状态。虽然在战场上两军是持平的，可是其内部却不然，因为蜀汉劳师远征，消耗巨大，而魏军则是固守家门，以逸待劳。况且魏国的国力要远较蜀国雄厚，在战争的供给上，蜀国明显是居于劣势的。因此诸葛亮务求速战，但是司马懿坚壁不出，只是静静地等待蜀军粮食用尽，撤兵而还。虽然蜀军反复诺战，魏军就是不予迎战，司马懿做足了守静的功夫，连日紧闭塞门，任凭蜀军如何叫骂，只是充耳不闻，唯求日日安闲。为此，诸葛亮采用了激将法，找了一箱妇女用的饰物送给司马懿，以此来讽刺他缩头缩脑，打起仗来就像女人一样胆小。然而司马懿岂能如此轻易的中计呢？看着那一箱女人的饰物，他仅仅是一笑了之，因为他深知诸葛亮的用意所在。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但是司马懿本人有这种老谋深算，他的那些部将见到主帅如此受辱，可就不答应了，非要出塞迎敌。司马懿见众愤难平，就故意以退为进，也装作忍耐不住，扬言要领兵出战，但是却又声称固守不战，是皇上的旨意，若要出战，则必须先请示皇上。上表的结果是，魏明帝不许出战，并且派遣了骨梗之臣辛毗手持象征着皇权的使节来做司马懿的军师，以节制他的行为。而后蜀军再来挑战，司马懿就做出要带兵出击的表示，然后见到辛毗仗节立于军门之处拦阻，便又安然无事地退回来。与司马懿每天的悠游闲适相反，诸葛亮却是日夜操劳，积久成疾，身体变得非常虚弱。时间也快，两军对峙已经100余日，司马懿依然不肯应战，而诸葛亮却病倒了，未及撤兵就辞世于军帐中。这一次战争的胜利，可以说是司马懿所奉行的以逸待劳、以静制动之战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。能让内心保持宁静的人，才是最有力量的人。神静而心和，心和而行全。神躁则心荡，心荡则行伤。一个人心浮气躁时，方寸已乱，必然会导致举止失常，进退无据，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。反之，心静神定，泰然自若，你便听不到外界的喧嚣和嘈杂，为人处事就不会失于轻率。美临大事有静气，方为大家风范。静能修身，静能生慧。其实老子对于虚和静的提倡，归根结底也还是源自于道的。道是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博之不得的，是无形无相的，这就是虚。而静呢，是直接与老子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相联系的，也就是无为。静就是无为的重要表现。因此可以说，致虚极和守静笃就是道对人的行为所做出的基本要求。诸葛亮在写给时年8岁的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说道：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在短短的几句话中，诸葛亮3次提到静字，而诸葛亮再次谈论的是人生中最为根本的修身、养德、明志、成学的问题。由此可见，在诸葛武侯看来，静对于人生修养是多么的重要。而也正是凭着这种致虚守静的长期修养和持续的历练，诸葛亮才能未出茅庐而晓天下3分，才能位居汉相，功高至伟，才能做到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才能够以非凡的智慧和高洁的人格而垂范千古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曾写道：臣本不一，
居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与乱世，不求闻达与诸侯。这并非完全是谦辞，而的确是当时的实情，也是诸葛亮秉持虚静的一种体现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。灯火国学为您点亮国学的灯火。